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《鬼打鬼戏》的第一集，耶！相信大家已经看了这一集了吧？所以呢，我就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一次的访搭。这一次访搭呢，我搭了这个刺官的套装。我怀疑呢，刺官他是僵尸，在中国叫僵尸，在西方叫吸血鬼。为什么他的展示图这么诡异呢？而且清明节呢？啊哈！我在干什么？然后这一次套装呢，尽尽全力的仿搭了，应该有达到像一点点的效果吧。上次有说要仿搭伊莱亚斯的那个套装，然后我这一次也搭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，我感觉变味儿了，就非常的尽力，应该非常无敌的不像吧。爹，你要记住，我这一次抽的对象是伊莱亚斯的，就这样。哇，每次来看都很特别，这是第几个特别了？忘记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。刚刚呢有看一下语音，就是赤鬼的。那我发现呢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猜测到剧情是怎么样了。我怀疑呢，就是呢以前的赤鬼他们一家人来到埃斯特拉镇，然后呢伊莱亚斯呢他就把这个小女孩呢14岁。就把它变成僵尸了，然后是这样子的故事，因为它永远停留在14岁。我就莫名其妙知道剧情，可是我还是来看吧。事先说明我的配音技术不好哦，虽然讲了很多集了。叮一声，两声，叮当晃动的声音忽远忽近，深然撩过耳骨。暖暖被这响动惊了，缓缓睁开双眼。黑暗中悬浮着模糊的橘红光点，有着殷红的置物隔绝了视线。暖暖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谁？耳畔猝不及防地传来细弱的呜咽，那声音带着幽冷的寒意，贴得极近，让他想要立刻远离。但是他的四肢动弹不得，有什么纤细的东西缠在腕间，勒进皮肤，连脚果也被牢牢牵制住。周遭弥漫着焚香气息，身后粗糙的布垫触感陌生，自己究竟在哪里？你终于来到我身边了，暖暖。我生前最想见的就是你呀，可惜我这个失踪的可怜人已经沉在埃斯特拉镇的湖底了。埃斯特拉镇，许久未听过的地名唤起了暖暖的回忆。埃斯特拉警长，你好，我们是莫名来此观光的游客，请问是有小女孩失踪了吗？原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请不必担心，镇上只是发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，但埃斯特拉的玫瑰依旧盛放，一如往昔。暖暖一行人乘去往埃斯特拉镇追查失踪案，最终发现失踪者并非意外走失，而是被血族始祖埃斯特拉蟾蜍的意识所操控。可埃斯特拉控制着小女孩指引我们，是想得到帮助以解脱，她并没有伤害谁。失踪的小女孩也平安回到了家人身边。难道说当时还有其他的失踪者？你早已经忘记被你无心套下的我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想起来的。只要这仪式能够完成。仪式是什么？暖暖没能说完他的疑问，一阵阴凉的寒风隔住他的呼吸。下一秒，他的身体竟物质站立起来，违心地张开了口。救世之女暖暖在此为无辜少女刺官请命。赤婉，暖暖从未听过这个名字，那也不是她想说的话。明明泄力抗拒着，可身体像是被人操纵的傀儡，不再听从她的意志。少女赤婉，云端生人，年方14，许家人远游修行时，不幸迷失于埃斯特拉镇的浓雾之中，永远沉睡在那片漆黑的湖底。我曾在小镇上救助过一位金发女孩，却漠视了同一时间失踪的试管。
从未向这位普通游客投去目光，这是我的罪孽。今日烧香请神来，只求同赤婉再见一面，敬请诸神垂见，我将了结他的心结，让亡者得到安息。敬请诸神垂见，我将了结他的心结，让亡者得到安息。黑暗中细碎的铃声再度响起，一声比一声更近，耳畔陌生少女熟悉的低语也逐渐清晰，与暖暖的声音重叠在一起。敬请诸神垂见，我将了结他的心结，让亡者得到安息。岩壁狂风杂作，铃声急挫，眼前模糊的烛影乱颤不休。四周翻涌的黑暗里，似乎真有什么被这祈愿仪式所惊动了。但紧接着风止灵歇，应了违和的气息从暖暖体内退去，一切戛然而止。遮掩的布条肃然落下，暖暖眨眨眼，发觉身体不再受人控制，可手脚仍被红丝线紧紧困住。暖暖环顾四周，目之所及唯有破败。一支支燃烧的红蜡照亮这形似供台的腐朽木桌与一幅落灰的画像，四下无风，屋中火光却轻轻摇曳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赤婉，又究竟是谁？你在对着哪里问话呀？我在这儿呢。画中少女隐在阴影中，面容看不真切，可她的嘴唇分明在动。突然，数根鲜红的丝线自画布中踹出，超过暖暖的肩膀，涌向暗处。丝线另一端纠缠画中人纤细的四肢与苍白的脖颈，将她猛地拖拽出画。好痛！赤婉明白，这是完成仪式，回到人间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肌肤苍白、面露痛苦的少女身着华服的原端服饰，在视线的操控下平移着身躯，如一尊精致的古董瓷偶被摆放至暖暖跟前。暖暖，是命运让我们重逢的。自我死后，你有没有每日都怀着会就想念我？可是我没有见过你，赤婉，也没有在艾斯特拉镇。停！不许你再说了，请说些不想听的话，我全都告诉你好了。暖暖的冷静似乎让赤婉有些生气。原本双眼无神的少女，此刻幽怨地盯着暖暖，她阴沉的怨念弥漫开来，温度都仿佛低了下去。我好恨啊，暖暖。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的乖孩子，爹娘指望我成为王储之才，我便独自待在书阁之中，只知道拼命苦读。可是老天爷给了我什么？懦弱的身子，短命的气运，明明出生在世代辅助云端皇室的书香门第，我却终究没能显出佯装。至关剧烈地咳嗽起来，瘦弱的身躯几乎要磕到上架，那些丝线却并未怜悯他，肉眼可见的又绷紧几分。14岁那年，我生平第一次随家人远游修行，谁知我竟迷失在那玫瑰之都，失足跌入湖水中。暖暖，你可知湖水有多么冰冷？暖暖，你帮助那警长找回了失踪的金发女孩，为什么不再找找与你擦肩而过的我？我的档案就只配被你们随手放在角落，命运待我如此不公，恨无可恨，只有化作怨灵缠上你了。飘向高处的赤婉猛然伸直双臂，俯冲而下，那双苍白的手僵硬地逼近暖暖的脖颈，却在即将哽住的刹那深深停住。你不害怕我吗？暖暖望向少女身上的红丝线，摇了摇头。赤婉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
那出现在我面前的，就是一个无法安息的悲惨灵魂。我当然不怕，更何况你和我一样被困住了。我能感受到你有许多苦衷想要诉说，是不是因为在湖中被困了太久，感到有些孤独？赤婉怔怔地望着暖暖，原本幽怨而空洞的目光撩过一丝茫然，只是那点动柔转瞬即逝，很快又被更深的疑虑压了下去。赤婉，我愿意听你慢慢说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再一次去一趟艾斯。不对，你别想欺骗我。你轻易便说出些花言巧语，分明你把我放在眼里。罢了，伟大的救世主何必太在意一个路人少女的逝去？我真是白来一趟，这倒没趣。我还是去找我的新朋友吧，那2个星期的魂魄。我记得是小雪，还有大喵。这有点恐怖啊！这里写着傀儡之家。难道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来到这里啊？该不会是在睡梦中被拖来这个地方的吧？有点恐怖而且还牵连到最之花的那一集。如果没有看过最之花的各位，第1集在这里，虽然我还没有发完。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只找金发少女，没有找其他人，因为那时候说失踪的好像只有1位啊。不过那时候太久远的那个记忆，那时候我们好像只专注找那位金发女孩，然后其他的失踪案嘛，有点忘记了那个故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会变成怎样，还有那个可怜的大喵是晕倒还是在那边哀叫。还有我要之前说那个色婉的声音，它就是本来就是又可爱的声音，可是又很虚弱的声音，我配不出来，所以大家不要在意细节哦。小雪和大喵怎么了？赤婉，为什么你说他是新鲜的魂魄？赤婉像个成功引起注意的顽劣小孩，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，左眼又垂下眼窗，摆出无辜模样。我被视线牵引到这座塔里的时候，就看见他们的魂魄在上层晃荡呀。对了，还有那个面色比鬼还白的警长伊兰亚斯，他也在这里。对，名字太长，我可记不住。警长他方才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我吓唬他都没醒过来。望着眼前飘来飘去的少女，暖暖心想，或许是赤婉冤孽的恨意，将那死去时没得帮上忙的人们都汇集在了这里。赤婉，你说这里是座塔，那你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吗？是谁困住了我们？哎呀，作为一个使者，不该知道的我都不会知道。那重返人间的仪式，让我亲眼看见的，就是我该知晓的全部了。赤婉，情况紧急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我想要尽快赶去小雪和大喵的身边。我答应你，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这里的。明明你什么都不记得。我们做鬼的都知道，那铃铛声代表着有人在进行呼唤亡灵的仪式。果然，那些红线丝出现了，他们来到湖底，将我牵引。这视线让我残存的意识有如火烧，苦不堪言，我却无法拒绝。暖暖，明明是你启动了仪式，我中途停下，我才着急附身于你。我确实听见了铃铛的声音，可是摇动铃铛的并不是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仪式，所以暖暖你并没有召唤我，也没有想要见到我，更没有想要接我心结。不！是我睁大了黑漆漆的双眼，随即伤心地抽合起来，殷红视线也随之颤动。我本就寒冷的心，如今
孩，是江孩。吃完，你先别哭。看来有人故意把我们困在这座塔中，一直待在这里，恐怕不安全。你觉得是坏人召唤了我？可是，勒住赤婉的视线又再一次勒紧，让少女痛苦万分。赤婉看了看，担忧地望着她的暖暖，又看向不远处紧闭的大门，犹豫地做了决定。要勒住暖暖的是我，不能让其他坏人抢了去。这大门恐怕困不住亡灵，我就帮你出去看看吧。暖暖，你要是逃出去了，记得给我杀死前啊！暖暖忍不住被赤婉的话逗得微笑起来，她有些担心地看着赤婉浮空而起，向沉重的大门移去，轻飘飘的身躯竟真的探出了门外。暖暖，大事不妙了！天上有个巨大的月亮，透红的巨大的月亮。那月光一照，浑身就像是被烈火烧过，我们恐怕真的出不去了。红色的月亮会不会和城市血主的伊兰亚斯有些关联？不过我认得这地方，这里是云锦郊外的欢山，是我故乡的山峦。这下我真是回归故里了。我们现在在云端。暖暖试图回想自己什么时候来到云锦郊外的高塔，记忆却始终像缠绕着迷雾。郊外欢山，飞机高塔，倒让我想起生前之事了。我曾在年代久远的云锦风物志里读到过，山上有座请神塔。很久以前，请神塔里住着一位法力无边的傀儡巫师，曾在塔中做法，以告我们显贵一统，觐见神明。为了不让凡人靠近这里，大巫师在塔中布下重重法阵。不过这天罗地网也让后人无法解开，请神塔也因此荒废。爹娘说的没错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我读过的书，死了还没用上呢。赤婉话音才落，两人背后忽然发出咔嗒咔嗒的怪响。什么动静？黑暗中，只见烛光隐约照见的角落里，一只木头做的傀儡娃娃忽然动了起来。暖暖，这里有鬼啊！他手里拿着东西。赤婉，好像才是鬼吧？那傀儡娃娃身上也缠着红丝线，迈着跌跌撞撞的步伐，径直坐上了跟前的供台。他手中捧着一张赤黄的纸页，纸上墨迹虽已斑驳，却仍能辨认出来。凡行请回仪式之人，需遵守此法，敬礼和念赤堂。一，于赤堂中寻觅3样真物，真物皆为所请魂魄之旧物。2，具真物之灵力，为魂魄之执念，助其超度，魂魄安息，通灵福慧。念巫师就是那位法力无边的傀儡巫师吗？纸上的信息，想必这是这位请神塔的主人所留。暖暖，既然离去之法与我有关，就让我帮你找到真物。吃完。就在这时，藏在暖暖手腕里双腿上的丝线竟变得松动，红丝线不再困住暖暖，细丝在半空中游荡片刻，便随着赤婉一同回到了画中。我动不了了，我在这画里还不如原先沉在湖底。暖暖，救我！你会救我的吧？画像中的赤婉嘴唇微动，双眼盯着暖暖，发出可怜兮兮的声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解救你的方法，找到3样真物。暖暖拿起傀儡娃娃，捧起了纸张，
决定尽快在这池塘中探索一番。忽然，他注意到了什么，将手中的纸张翻到背面，果然那里还有一行字：须于天明之前踏出请神高塔，若迟一步，岁月既坠，万物尽逝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其实呢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要不要把它弄成 AI 的动画出来？可是我现在的 AI 的我觉得需要把它弄成动画出来吗 ？AI 动画。其实我现在正在努力想要弄一下哪吒传奇的，不过还没有弄出什么花样来，正在测试当中。如果真测试成功的话，说不定以后某某的故事我觉得不错，画面应该很好的话，可能有一些灵感的话，说不定我会把它弄成动画出来 ，AI 动画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适合在晚上看呀。其实我很努力弄成很可怕的群友了，可是我的配音技术还有恐怖很牛逼。不好啊！果然是清明节的吧？而且还要在天明之前找到这那3样东西，而且呢，我们对那个人，就是那个刺瓦，也了解的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是云端人。还有我们怎么样了？我们不是，我们变得活泼了？诶，我们不是精神体的状态吗？一直以来，没有看主线故事，不知道怎样。嘿呀，主要是大哥怎么办呢？我们也怎么办呢？总之，我们来继续看吧。昨日重现，伊莱亚斯，醒醒！伊莱亚斯睁开眼，发觉自己在沙发上睡了许久。窗外的夜空已浓稠如墨，绽放的玫瑰在庭院里散发出宜人的香味儿。伊莱亚斯，休息得怎么样？埃斯特拉走进房间，轻声唤他。朦胧的月光照亮他温柔的脸庞。是面色如常的埃斯特拉，看来我并没有真的醒来。每当我想念着往日种种，你总会温柔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天气渐渐炎热，想必你照顾玫瑰的事物也变得繁重了。没想到你还能用心准备好红茶和画布。画布。埃斯特拉走到他面前，微笑着看向带着困意的伊莱亚斯。才半日过去，你就已经将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？你可承诺过今晚为我画一幅半身像。我明白了，我当然要为你作画，请你原谅我迟钝未醒的大脑。焦白的月光适时地亮了几分，将端坐在沙发上的埃斯特拉照应得越发动人。茶几上，玫瑰热茶缓缓溢出馥郁的幽香。埃斯特拉吹开茶汤上的热气，啜了一口红茶，缓缓将茶杯放下。他很快恢复端坐的姿势，将温柔的目光投向眼前认真作画的伊莱亚斯。伊莱亚斯，拿着画笔的你格外沉默呢。难道你已经画得差不多了？如果画完了，梦会醒吗？你会消失吗？伊莱亚斯如此想着，手上的动作也变得缓慢。不，我连一半都还未完成。我只是不想打扰你，也不想用笨拙的话语惊扰此刻的宁静。我倒是希望你可以多陪我说说话。这座庄园远离人烟，没有你打扰我，我可是要无聊而终了。只要您不嫌弃我笨嘴拙舌就好。伊莱亚斯一边落笔，一边练些熟悉的日常琐事说给埃斯特拉听，努力回应他偶尔的玩笑话。当他在谈笑间饮完红茶时，他也终于放下画笔。埃斯特拉从沙发上站起，伸了伸懒腰，走到画布前观赏伊莱亚斯的作品。这只半吨的大象是什么？半吨的大象。伊莱亚斯只听得脑袋里轰隆一声，瞬间明白过来，自己的画工实在太差。他手忙脚乱地想要将画布遮蔽，却被放声大笑的埃斯特拉伸手阻挠。埃斯特拉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花，语调前所未有的活泼。伊莱亚斯，我命令你不许收拾。我要将这幅半像画堂堂正正地挂在宅邸里。依您所言，我会将它挂好的。
伊莱亚斯半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抬眼望向眼前的人。今天的埃斯特拉格外活泼，让他隐隐觉得有些反常。可伊莱亚斯忍不住想，如果真能这样开怀地笑，该有多好。如果他们可以一直像这样度过平凡又安稳的日常，这样美好的梦，真希望我永远不会醒来啊！怎么了，伊莱亚斯？埃斯特拉仍是笑着，将一支玫瑰放入伊莱亚斯的掌心。玫瑰的尖刺微微刺破了伊莱亚斯的掌心，痛。还觉得这是梦吗？铺天盖地的狂喜几乎淹没伊莱亚斯的眼眸。他克制住想要紧紧拥住埃斯特拉的渴望，一如往心地忠诚执行着他的每一个命令。似乎只要如此，旧日时光就真的回转停住。可当他再次抬起头时，埃斯特拉已经不见了。伊莱亚斯立刻紧张起来，他快步走出画室，寻找埃斯特拉的踪迹。长廊尽头，埃斯特拉的裙摆一闪而过。请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他追上前去，看似不远的距离，却怎么也无法抵达。仿佛在一条无尽长廊中徒劳奔跑。你不必再。留声机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，伊莱亚斯停下脚步，发现自己竟又回到了画室门口。画室里，埃斯特的留言断断续续地传来：你不必再，伊莱亚斯，你不必跟着我离开吧。我死了，不是吗？别再留恋从前，伊莱亚斯，你无需再为王者做些无用之事。无用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正为了您的宏愿。话音未落，门外传来瓷器碎裂的脆响。伊莱亚斯抬起头，再次看见埃斯特拉的身影一闪而过，不假思索地追了上去。哪怕知道前方只有徒劳的循环，他也不愿意放弃追随。哪怕他的确已经死去，伊莱亚斯不知疲惫地奔跑着，直到窗外的月光渐渐变红。伊莱亚斯，我在这里。埃斯特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。伊莱亚斯转过身，目光颤抖着，死死盯住那个身影。这一次，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，将失而复得的人紧紧拥抱在怀中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画风好像不是在云端，反而是信鸽。埃斯特拉是属于哪国的呀？那我就归类他在信鸽吧。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像跑错题了？虽然这一次的非凡套里面有伊莱亚斯啊。这感觉就是最直观的后续的感觉，所以埃斯特拉成功死了。那么接下来第3，逆转的血月，什么意思？难道要出现了？不对呀，我们跟大喵难道还没找呢？请您再多等待些时日，总有一天，我可以完成您的宏愿，彻底清理那些本不该存在的罪孽。我用我的生命起誓。伊莱亚斯的泪水滴落在埃斯特拉的肩膀上。此刻的他竟是在虔诚的告诫，也是在任性的哭诉。他放任自己将埋藏已久的心声一一吐露，哪怕是梦，是幻觉，是什么都好，我希望同您再说些话，一起回到过去的日子。埃斯特拉长叹一声，如同安抚一个无措的孩童，轻轻拍着伊莱亚斯的后背。伊莱亚斯，你还是没有明白我为什么会再次出现。随着埃斯特拉的话语，他们身处的长廊迅速变得腐败，仿佛眨眼间便度过千百年。浮华的装饰破败生锈，天花板被侵蚀殆尽，灼眼的血月的头顶照耀着，洒下诡异的猩红月光。伊莱亚斯察觉到异样，不由得将怀抱收紧。对血族来说，血月不仅昭示着厄运的降临，更会影响他们的精神力与判断力，让他们变得狂躁而不受控制。埃斯特拉抬起冰冷的手，
轻抚伊莱亚斯的眉眼。转瞬之间，他的面容迅速褪去血色，肌肤也变得干瘪发皱。我回到你的身旁，是想亲口告诉你，伊莱亚斯，别再四处追寻我的身影了。我早已得到我想要的解脱，可你如此牵过我，事事都为我，你的执念拖住我离去的灵魂，让我不得安息，一直在幽冥之中徘徊。伊莱亚斯，你如此迷恋旧日，我们还怎么在光明的彼岸重逢？伊莱亚斯抬头凝望着埃斯特拉憔悴而衰老的面容，倔强地摇了摇头。他不敢再移开目光，生怕怀中的人又再一次离去。是不是今晚的事影响了您？您现在恐怕非常难受吧？如果斥责我能让您好受，请您无需多虑地继续下去。如果我有哪里做得不对，哪里还不够好，就请您多多教我吧。或许您是故意想让我恨你吗？想让我放下对您的思念，踏上新的人生吗？你总是这样为我着想。伊莱亚斯，我受够了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愚蠢的一厢情愿罢了，没有丝毫用处，只是平添我的罪孽。发出狮吼的埃斯特拉将伊莱亚斯猛地推开，毫不留情地转过身，提起红拳走向长廊的尽头。不是的，不该是这样的，不！一瞬间，伊莱亚斯感受到悲伤、不舍、害怕，还有绝望，强烈的情绪在颅内翻涌着。他跪倒在地，又在那抹红色即将消失时唰然起身。万念俱灰的伊莱亚斯顾不得脚步仓皇，再次执着地追上去。可这一次，他忽然瞥见了埃斯特拉的异样，他的背后几缕红丝线垂落下来，不安的预感攫住心口。他追得更近了些，终于看清缠住他四肢已裹紧的诡异丝线。他们竟像被指使般强行牵扯他的身体，摆弄出僵硬的动作。伊莱亚斯伸出捉住一缕丝线，面前的身影顿时乱了步伐。红裙之下，埃斯特拉的腿脚碰在一块儿，发出木头相撞的声响。伊莱亚斯愣住了，他苦苦追寻的眼前人竟是一具空有皮囊、被人操纵的傀儡，劣质的仿冒品！我绝不允许你如此侮辱他，绝不！心中的怒火突然升起，伊莱亚斯抹去颊边的泪水，赤红的眼瞳在血月之下狂躁的燃烧。他带着杀意迅速逼近，一把拽住那具傀儡纤细的脖颈。伊莱亚斯，话音未落，伊莱亚斯目光一沉，猛然将傀儡提离地面，狠狠顶在墙壁上。在绝对的力量压制下，被扼住的傀儡毫无摆脱之法，可那缠在四肢上的红丝线有如活物，仍在奋力将傀儡脱离伊莱亚斯的掌控。伊莱亚斯，你舍得杀？他像是根本听不见对方断断续续的咳喘，只将手中的猎物又重重按回墙上，逼得那截碎落的脖颈发出更清晰的裂响。你既然疏读了埃斯特拉之名！血月逼使暴怒的伊莱亚斯难以冷静，他一把扯过傀儡的双手，将那木头手臂从关节处撕裂，断肢掉落在地，立刻被幽蓝的鬼火烧成灰烬。然而这时，更多的埃斯特拉毫无声息地围了上来，但伊莱亚斯察觉数具傀儡早已逼至近前，僵直的手臂齐齐朝他探来。你完没了！伊莱亚斯旋身撞开身侧的傀儡，抬手扣住另一具的头颅，顺势一拧，还未等那具傀儡倒下，他已屈肘转身，将扑至近前的身影踩在脚下。这些傀儡似乎不同于最初的那只，他们不会说话，也毫无知觉。刚被掀翻，便又踏着满地狼藉扑了上来，层层叠叠，几乎要将他淹没。
在这傀儡巢中央的伊莱亚斯，像一头被彻底激怒的困兽，怒吼着将扑向他的对手通通拦腰折断，碎裂声接连响起。残断的四肢以分散的红线飞落满地，混乱之中，那些红丝线竟像是想要活命般抽动着，争先恐后地朝长廊深处涌去。几乎耗尽体力的伊莱亚斯喘着粗气，将几根丝线死死拽住，手被青筋抱起，丝线另一端却像是缠住了什么东西，在黑暗中与他暗暗较劲。懦弱的东西，滚出来！伊莱亚斯咬紧牙关，撞开满地残枝碎木，拖着手中的丝线一路向后退，直至掌心鲜出鲜血，视野也变得模糊。听着，无论你躲在哪里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你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血液瞳像红光在眼前摇晃，长廊、残枝、丝线渐渐叠成一片失去的血色。光哭中，他望见丝线的尽头出现了一张鲜红的符纸，意识尽失之前，写着“秘密”两字的符纸燃烧成灰，腐朽的长廊剧烈晃动起来。但他的墙外是伊莱亚斯无力踏入的向上阶梯，以及正缓缓向他靠近的一只悬垂着映红丝线的傀儡之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有点恐怖呀！全部涌上来，有点密集地震。这一集好像一直在讲伊莱亚斯。那么来吧，少女的真物，应该是轮到暖暖了吧？暖暖拿起公台上的一支红蜡，转身走向池塘深处寻找山样真物。纸上正面写道：凡行请魂仪式之人，需遵循此法，敬礼合念。池塘一，于池塘中寻觅山样真物，真物皆为所请魂魄之救物。二，居真物之灵力，为魂魄之执念，助其超度，魂魄安息，通灵福毁，方可寻到阶梯向上而去。合念勿失留。纸张反面的字：须于天明之前远离请神高塔，若迟一步，岁月既坠，万物既逝。寻到阶梯向上而去。既然大巫师想让请魂之人远离这座塔，为什么反而让我们继续登塔呢？难道说出口在这座高塔的最上层？也许是在提示我要赶在天明之前去到塔顶才行。现在信息太少，只能先试试看了。他走向池塘的左侧，推开了一扇布满灰尘、吱呀作响的木门。在这堆满杂物的偏室中，暖暖发现了3样可能与赤棺有关的物品。日记的内容应该能帮我做出判断。抱歉了，赤婉，我就看一点点。正月初3，晴。今日一早虽迟醒，干虽到饱，可辰时刚过，我就要埋头念书。窗外好热闹，与我同龄的孩童在不远的街道上奔跑玩耍，他们都是那样肆意快活。我多想冲出家门和这些女孩们说说话，她们似乎都去集市上了。我在书中读到过不少热闹的集市，足以想象他们的欢快。4月初6，雨。今天被爹娘训斥了，娘亲又搬出祖先的光辉事迹念给我听。祖先们，你们都是云端的大智者，可不可以把智商分给小女些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祖先怎么不显灵？我走神的时候，一只小黑猫从门前拽过去了。我要是一只黑猫就好了。爹娘，我其实不想。我之后的字迹被墨水覆盖，难以查看。我记得赤婉说过，他出生在书香门第，经常待在书阁之中苦读，这应该就是他的日记本吧。拿上日记本，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吧。池塘后方有一处放置着2张简陋床铺的房间，翻找过后，暖暖发现了3样可能与赤婉有关的物品。
皱巴巴的药方。我记得刺猬说过自己身子羸弱，那会不会经常寻医问药呢？暖暖张开这张被揉成团的药方，上面的字体实在有如飞天大土豆串，难以辨认。还好角落里有一行小巧娟秀的批注：宠物专用。好吧，刺猬没有提过他有养宠物，再看看别的物品吧。那么应该就是玫瑰之都游览指南了。安氏特拉镇的游客手册，无论是不是吃完的东西，出现在这里都很奇怪。暖暖翻开这本厚厚的册子，竟然发现了和日记本上相似的字迹。在一张盛开的玫瑰照片旁，写着纪念人生第一次的远游修行。吃完的人生不该如此匆匆结束。暖暖看着手里的游览指南，不禁加快了脚步，走向池塘的右侧。除了一箱箱金风用的蜡烛，只出现了3样其他物品。物品其一，长途马车行李车票，目的地荒原，起始站云端。截止车票为旅客提供2匹骏马，其余都不提供。物品其二，粉钻兑换券，有效期10年，可以在以下网址中兑换一份高清粉色钻石币子。物品其三，过件盲盒说明，拆开后不退不换，和奶茶品牌联名推出的系列盲盒，猜到隐藏款的概率为0.000001%。除了这些，房间内貌似就只剩蜡烛了。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隐蔽的角落？还是在房间里再搜寻一下吧。暖暖打起精神，在角落里的几箱蜡烛倾倒出来，终于发现了一个生锈的红色织物，以珠缎制就的小巧装饰物，有被水泡过的痕迹，似乎可以别在头发上。这是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赤瓦头上戴着的发饰，它一定就是最后的真物了。暖暖走出右偏室，眼前竟多出一扇门，紧闭的门扉上分明贴着一道通灵符。暖暖靠近门扉，手中属于赤碗的3样真物发出淡淡的光芒，随即化作幽蓝的火焰飘向空中。那黄色的符纸顷刻间烧皱灰烬。你成功了，暖暖。那符子，那些红丝线再也困不住我了。重新出现的赤碗开心地扑向暖暖，像个正和朋友玩闹的寻常小孩。可惜这短暂的欢欣没有持续多久，赤碗的身影立刻有了消散的迹象。赤碗，你好像变得更加透明了。魂魄安息，通灵浮散，向上而去。看来和那巫师留下的方法的确没错，我终于可以离开了。也许暖暖也能够靠着这个方法找到伙伴，平安回家。暖暖，谢谢你记住我的故事，因为你，我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呀。我不会再恨你啦，我说到做到，上辈子的事就随他去吧。但透明的赤碗微笑着向暖暖挥挥手，暖暖也伸出手去，虚空的向少女触碰掌心。希望你可以在温暖自由的地方得到真正的安息。赤碗完全消失的那一刻，暖暖跟前的门扉也随之打开，门后如巫师留言所说，是一道向上的阶梯。小雪、大喵，你们一定要平安无事，我们一定要平安无事啊！那么这一集到底有多少集啊？我好多集，第5了。哦，是不是换了？是不是？这币子不能动了。我好像看到课室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会去丛林吗？然后在上面我们会去到课室吗？然后在上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吗？可以这么理解吧？意思是说这一集会有很多集吗？该不会有用到3集吧？我觉得呢，再来1集吧，我不想3集。就这样子愉快的决定最后一个光临梦魇。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把它弄个 AI 动画耶，恐怖的感觉，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吧？我努力吧。暖暖，小雪，你们在哪儿？
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大喵揉揉脑袋，站起身来。这里大约是一片森林，一排排枯瘦的树干延伸向幽暗的远方。这时，大喵身旁的灌木丛换了话，拽住一只瘦巴巴的小刺猬和一只笑嘻嘻的小兔子。又是因为被伙伴丢下的，真可怜。恭喜你，和我们一样被人类抛弃了。瞎说什么呢？本喵只是迷路了，真没有被抛弃。我今晚可是吃完暖暖和小雪一起烤的小蛋糕才入睡的。我们3个是永远的好伙伴。哪有什么永远，只是一只天真的小大肥猫。新来的，你还没读过《弃宠录》吧？书里面每一只被人类抛弃的宠物，最后在家中吃下的晚餐都是如此丰富。哎呀，别说他了，他平时肯定就只知道吃，哪里会通过读书充实内涵？兔子和刺猬发出几声愉快的欢笑，快活地向丛林深处走去。等等，你们谁知道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啊？我要去找暖暖和小雪。大喵，我在这里。正说着，大喵身后似乎传来暖暖的声音。暖暖，太好了，本喵就知道你和小雪会来找我的。我们赶紧离开这个破地方！大喵猝不及防的要跳进暖暖怀里，一个飞扑，暖暖竟然闪身避开了。大喵，你在这片丛林的泥土草堆里跑来跑去的，实在太脏了，拥抱就先免掉吧。喵，好的吧。对了，暖暖，小雪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？顾不上别人了，这地方不知还藏着多少危险，我们2个快点逃出去。别人？大喵满头问号，不可置信的后退几步。暖暖才不会这样称呼小雪，更不会在任何时候抛下伙伴，绝对不会。你究竟是谁？不许你装作暖暖来骗人！暖暖低头笑了起来，下一秒，一团火焰沿着发酵迅速向上蔓延，将它包裹昏没。待火光散去，那人形已然化作一具无脸的傀儡。没想到你这玉米馒头看起来呆呆的，脑子还挺管用。对，我不是暖暖，我是和念无时蟾蜍的异种意识。玉米馒头，你怎么见面就给喵取外号啊？和念无时又是什么东西？你只需要知道我是这座塔的主人，只有我能让你离开这儿，看在你能视破伪装的份上，我就好心给你一个考验吧。只要你能通过，我就放过你一种。考验？哼，今天本喵就让你见识一下，喵这一生每块肉都不是白吃的。大喵硬着头皮往前一站，摆出全是架势，心里却直喊不妙。那傀儡冷笑一声，抬手结印，只见灰蒙蒙的天空中，3只和人一般大的傀儡手掌缓缓降下，渐渐垂落着赤红丝线，线的尽头燃起隐隐蓝光。诡谲的火光中，3道身影苍狼落地。可怜的气虫，你请告诉我，他们3人之中，谁才是真正的暖暖？前方的高地之上，3个暖暖被傀儡的丝线束缚着手脚，双脚也蒙着红布条，隔着一段距离，大喵仍能感受到那3道身影的茫然失措。暖暖，大喵刚冲出去，就被一道丝线绊倒在泥地里。别这么灰心呀，我还没提醒你，他们面前那道透明的隔绝之墙，碰到了可是会死的。大坏蛋，你把暖暖当作木偶一样困在那儿，我要和你拼了！他擅闯请神塔在先，作为塔的主人，当然要给他一点惩罚。放心，我不会限制了他的行动。去吧，玉米馒头，和他们说说话，再回来给我答案。要是答对了，我就放你们出去。丝线一松，大喵立刻爬起来，顾不上抹去浑身的泥巴，急忙奔向暖暖身边，和左边的暖暖说话。暖暖，我是大喵，你还好吧？大喵，你终于来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
那坏蛋巫师说只有你能救我。好，大喵，英雄大喵，快想办法救救我呀！这个暖暖说话的腔调，我们走开吧。和中间的暖暖说话。暖暖是你吗？这声音是大喵。对不起，大喵，我没能赢过那个傀儡巫师。可恶，一定是那坏蛋趁大家都睡着时偷袭我们。暖暖，你等着，本喵马上就救你出来。谢谢你，大喵，你真可靠。唉，那个巫师未免也太厉害了，对视线与傀儡的操控已经登峰造极，连身为救世主的我都忍不住连连赞叹。到底要干嘛？突然把这大坏蛋拖上了天，你谁啊？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，那应该就是暖暖本暖了吧？右边的暖暖说话。暖暖，本喵找你找得好辛苦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大喵那声音，太好了，大喵，你还活着？我还以为不，这个大喵肯定又是傀儡假扮的，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了。暖暖，我真的是大喵，喵啊！我该怎么证明我就是我？对了，暖暖，你昨天和小雪一起翻出了好多件旧衣服来做新搭配，我还给你们拍了好多合影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等等，本喵为什么要开始执政啊？可是你说的这些是我和小雪每天都会做的事，那巫师稍微打听一下就能知道了。烤肉，今晚睡前我们在家一起烤肉。我吃了5大盘盐葱雪花牛肉和厚切嫩五花，这是只有我们3个才知道的事。连肉的品类都记得这么清楚，大喵，原来真的是你！上当了吧？我们3个今晚吃的是小蛋糕。好了，不许聊了。傀儡的身影闪现出来，挡在大喵与3个暖暖之间。一语难通，快点说出你最终的回答吧，我等的都要睡着了。大坏蛋，你的伪装还是这么差劲，本喵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没有想要放我出来，这3个暖暖全都不是真的。哦，有点意思吧？无脸的傀儡歪了歪头，那3道虚假的身影顷刻之间便化作灰烬。他用僵硬的木头双手鼓起掌来，冲着大喵狂笑不止。瞧我这记性，人死了真是多忘事，我差点忘记了，大家进到这座塔里，根本就出不去啊。大喵怔怔地瞪着大傀儡，眼里的神采暗了几分，连耳朵都跟着他拉下去。就是这个，我要看的就是你失去光彩的眼神。怎么了，小馒头？这就要哭？傀儡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只听得“嘣”的一声闷响，木头做的身体狼狈地栽倒在地。在他身后，少女挥起捡起的木棍，再次狠狠缠了下去。大喵，别怕，我来了！话音未落，手里赤红丝线居然坠起，毒蛇般朝暖暖缠去。暖暖早有准备，先一步伸手扯下傀儡背后的绿色符纸。那离了身的符瞬间燃烧起来，哇，真符！刚要挣扎起身的傀儡像被抽去灵魂般重重瘫倒，那些视线也随之失去力量，纷纷坠落。暖暖身侧一条向上延伸的阶梯逐渐现形，果然是符纸之类的东西封印住了阶梯。大喵，大喵无言飞扑起来。暖暖连忙张开双臂接住他，把这只浑身贴满泥土与草屑的大喵紧紧抱在怀中。暖暖，你真的是暖暖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是啊！我当然是啦。今天晚上的小蛋糕你没有吃吧？我和小雪还答应过你，明天我们要一起吃烤肉大餐呢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大喵，你有没有受伤？还能继续走吗？这里很不安全，那个傀儡也许马上就能重新恢复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本喵好着呢，可是不知道小雪到哪里去了。小雪的处境恐怕也很危险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丛林之上，一轮巨大的血月从云后显现，它悬得极低，红光妖异，仿佛即将成神的压迫下来。有点恐怖啊，不过
要从这3个暖暖之间选一个的话呢，其实还挺简单的。如果呢他有好好观察暖暖的话呢，那肯定是有点难。有点难，不过这3个我敢确定都是不对的，因为大喵一直在说呢，今天吃小蛋糕，今天吃小蛋糕。刚才那个小刺猬跟小兔子讲话的时候，大喵就爆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是课室那边的吧，幸福研究导论，就下一集吧，下一集第6集。这一集有多少集？是10集呢，还是大家好，比较更多呀？这个宝呢，如果是头发呢更加散、更加的蓬松的话呢，说不定会更加好看。突然觉得会草设计真好看。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就是结束啦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吧。至于会不会弄成 AI 的动画，就要另外看了。当然配音还是一样是我。AI 的配音感觉很生硬，虽然我的配音不是很好听啦，但我挺喜欢玩配音的。不知道有画面的配音是不是配得更加像？可能吧。好像往期我的配音就是有那种有动画的，好像还挺行的吧，我觉得。不过呢，我有句话我想说，就是呢，那个赤碗就这样子消失了，有没有搞错？真的就这样子消失了吗？因为这一次的非凡卡套装就是赤碗的这个套装傀儡套。就这样子结束，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了，该不会有后续吧？还有那个何念巫师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要把他们2个人困住呀？是真的困住还是假的呢？我觉得赤碗应该是真的困住了。至于埃斯特拉嘛，我不懂。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就是结束了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、再分享出去，还有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和打开我亲爱的小铃铛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。拜拜，娜娜也说拜拜，拜拜，拜。我应该配音有飞的有点恐怖吧？晚上看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可怕呀？应该不会吧？就我一个人害怕自己吗？